各位大家好，欢迎收看《羽球密码》。提到 Yonex 怎样，阿哲票房保证，对不对？保证到爆。今天呢，我们要来开箱什么呢？哎呦，看到 Yonex， 我跟你讲，封面只要放这个，流量就进来了，阿哲。看到这只有没有？有没有看到这只阿哲？这什么你知道吗？我唱这歌是不是会有点那个透露我的年纪了？初号机配色的哦，没有，这中国限定版的。OK， 他们好像是国家队限定的那个配色哦，88D Pro 呢，嘿，这个听说现在已经炒到9600了。这支球拍呢是我们频道最大的干爹，就是我们的港仔 P 的。OK， 感谢他，他从香港飞来台湾找我跟阿哲。没有，他跑到他们的店里面，然后我还在那边聊天呢，超好玩的。然后那天聊了3-4个小时吧 ，OK， 了解到蛮多东西的。好，也谢谢他送我这个球拍啦，我只送他2件衣服，结果他竟然送我一只9600球拍，什么？我们竟然这么没有多送一个那个什么？他还有给我一个102握把布，因为他那天有看到我前一天在直播的时候，就说我缺102握把布，就他就送我2卷那种，超不好意思的，港仔，谢谢你啊，我特别拍这个片段出来，感谢你了。好啦，今天要开箱的不是这只球拍啦，那只球拍不可能穿的，那个就可能挂起来收藏啦。好，我们今天要开箱什么？你知道吗？阿哲，看我的动作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你知道什么？阿哲，你知道什么？知道了。你知道谁了吗？好了，我们今天来开箱胜利了神速李俊辉。好，我看头发是乱掉了。OK。好，看到这张脸了没？跟我有点像。人家比你瘦。干OK， 好，反正就是这是李俊慧的球拍啦。OK， 就是胜利这次特别帮李俊慧出的球拍。提到球拍专属球员的话，其实早在以前就是有那个尖峰郑在成跟亮剑李荣大，你记得吗？阿哲？还有那个阿马德阿马德纳希尔，然后还有那个李炫一都有哦，亮剑李炫一，我还记得有一支亮剑李炫。OK， 那到现在有那个阿三的黑金准嘛，阿万的黑金准，对不对？然后阿三的是那个100x嘛，可是我不知道阿三的有没有签名，没有，对不对？阿万的才有，我记得。好像我记得阿万的黑金准有签名版的，好像都有。对，好了，不知道了，就是观众下面自行脑补 ，OK， 帮我补一下，我有点忘记了 ，OK， 太多了记不起来。那这一次呢，就有别于以往，出了一个这个 ，OK， 不是亮剑，神速李俊慧 ，OK， 我们今天就来开箱这一支球拍。好，从外观方面来看的话，这一次的球拍采的黑白阴阳设计。还不错吧，阿哲，这个渐层这边我觉得做的还不错了。那上面呢有非常多的李俊慧，全部都是李俊慧阿哲。然后最恐怖的是这些球拍竟然有一个狼桃，他会不会突然打到一半跟你说球拍好怕不？球拍好怕不？这样完蛋了。好，那其实它除了李俊慧这个黑白相间的配色以外呢，上面还有一些它的金色的这个 logo， 这个金色 logo 又做的比那个亮剑12还要好一点。OK， 亮剑12的那个，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李俊慧的之前 LJH 啊，李俊慧啦 ，OK， 然后主管上面也是金色的，然后到下面这边呢，就是有一个看起来像掉漆的，好 OK， 有看到哈，这个看起来没有像掉漆，看起来有没有像？你们自己看，这个有没有看起来像掉漆？有点看起来像掉漆。我那天拿球拍说，刚才是不是烂惨了？好，外观方面看完之后，我们来看科技方面。在科技方面呢，这一次的用的东西大概就跟亮剑的我一直讲亮剑，讲到速度就想到亮剑，神速系列，神速系列 Aura Speed，OK， 都是这个神速系列这个拍框一直都一样都没有变。科技的部分就是什么渐通设计啊，然后就是薄框型啊，然后中管就是正常的中管而已。这一次的中管还没有加入那个 WES， 对不对？没有。然后呢，也没有那叫百洛碳也没有。好，这个等一下再讲。OK， 那拍框就这样子，拍框就跟其他神速系列差不多。OK， 然后 Free Call， 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 Free Call 是用 G6 的规格。Free Call G6 规格比较少来出现啦，第一次出现我记得在90F 的5U 上面嘛，对不对
我记得在上面，然后就很少再出现过 G6这个规格。OK，4U G6 规格在水墨饼上真的蛮少见的。OK， 然后整个底盖也是透明的。好，看完外观跟科技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的是规格。这次的规格有4U 跟5U 的规格。OK， 那详细的数据呢，我会放在平衡点跟徽重，我会放在旁边给大家参考。然后再来是呢，这一次的中管呢设定呢是属于偏硬的，不是适中偏硬哦，是直接到偏硬的，将近快满格了吧？对啊，这个差不多8分硬的。然后再来是它的定价呢是6500块，6500块。OK， 那它的耐磅呢，4U 的话这次是耐磅29磅，5U 应该是28磅。好，话不多说，进入试打阶段。阿哲，这是什么设定？31磅 N65。哦，你对胜利有信心哦。29磅耐磅穿到31磅，手没有很抖啊？还好啦，还好啦，下次给32啊，不怕你啊。今天要是你29磅，你敢不敢给32磅？还 OK， 对不对？胜利就我是怕多花钱。对了，你不用花钱，胜利要花钱。我是指穿线费。OK， 那个上一集拍完之后，我们这里再拍胜利，应该还是不会很厉害。我们已经彻底变成胜利绝缘体，成功的失败者。OK 啊，试打阶段来，这支球拍呢，不想讲。这支球拍，我从外观来看，就是它从那个乡民数据来看的话，中管偏硬，对不对？然后又是破风设计嘛，然后再悬浮握柄 G6，这看了，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讲什么？这一支一定是我的菜，对不对？这个李勋惠一定是我的菜，结果是不是我期望太高了？我觉得我期望好像太高，这球拍好，我先讲优点，那其他留给干屌时间，好不好？为什么我们现在每次拍胜利的片，好像干屌时间都比 YY 还要长？OK， 这一次呢，打起来的感受呢，必须讲，它是一支非常好上手的球拍，它的中管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硬，就是说打起来的感觉是偏弹 Q 弹的中管，对我来说是 Q 弹，然后它的平衡点稍微比较没有那么亲民一点点，平衡点稍高，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量多少311嘛，对不对？4U 来讲，它徽重89，所以它稍微还是有带一点头重的。OK， 那这个 G6的这个握柄呢，握起来我是自己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建议你们要把里面那个薄膜拆掉了，因为你薄膜没有拆掉的话，它还是会有一个间隙的，有一个间隙。我不知道你们这样听不到，就是有时候在转了要捏出去的时候，突然就滑了一下，就是像握把布没有包在握把上面的感觉。这个薄膜记得要拆掉，我是懒得拆，所以就没有拆，就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呢，这个球拍轻轻打绝对没有问题哦。一般的人的发力，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蛮接受这个打感的，但是我就会有超自然抖动，记得超自然抖动。还记得超自然抖动吗？阿哲，我是很久没有讲这种东西了，对不对？超自然抖动就是出现在那个胜利的超音速，超音速，超中二了，但是叫超中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那部看一下。OK， 那这一支球拍呢，在我打到非常大力的球的时候，打出去之后就，超音速抖动，好久不见，就有这种感受。OK， 就是它我瞬间要发力，在压缩中管在弹球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瞬间发力出来的时候，因为我想到它是中管硬的球拍，我可以这样甩，就超自然抖动，所以就很不舒服，相当不舒服啦。所以我对这支的球拍会有点不符合我的期待。OK， 好，话不多说，烂蛋，听到这个音乐你们就知道干嘛，对不对？干掉时间。好了，不管有没有接你业配，我们都会干掉。但胜利自从上次的那集应该彻底讨厌我们，所以没关系。OK， 但是我还是要屌啦，因为我们是消费者，为什么不能屌 ？OK， 第一个要屌什么？阿哲，这个涂装我给过，涂装我说实在我给过，但是它在有一些金色的这个水贴上面还是有小一点皱褶啊。以模型来讲呢，它就是没有把那个水标抹平啊 ，OK， 它就是有点在末端的地方没有把水标抹平，所以会产生一些小小的皱褶。然后呢，再来是呢，为什么这球拍要放个人头在这里，很恐怖，你知道吗？下次待会吴国宇上去那个吴国宇的故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OK。哪样我球拍好怕我这怪怪的，这不用屌了，这是就稍微怪怪的。这算是人家的设计，设计，对，为了艺术而牺牲 ，OK。然后再来是呢，
这个掉漆，那时候我去拿的时候啊，他们就说我去菜市啊，感谢菜市，就是我们菜市体育用品台南的概念店，胜利概念店，他提供的就是我去跟他买了，他帮我订的 ，OK， 我买到，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你检查一下看那个有没有掉漆之类的，结果说，掉漆哦，没有，看错了，这个超像掉漆的，这个设计也设计好一点，用几堆啊，人家会觉得是掉漆。然后再来是呢，你以为这一次脚椎就没事了吗？你以为你逃得过吗？不好意思，我这一次学聪明了，在拿球拍之前，我都先拿起来听一下。有没有声音？嘿，之前那只亮剑那个有没有？我送回去判赔了。OK， 那公司我还没判赔回来，但是我已经送判赔了，就是脚椎阴的部分。OK， 这一次呢，有脚椎阴，是有脚椎阴的。所以你们在买这个球拍之前呢，你们先拿起来检查一下，凹看。我教你们一招，阿哲，那一只那个亮12给我一下。哦。我这次为了这一集，所以亮12还没送判赔，但是另外一只没有穿的我就已经送了。来，要看好哦，这个球拍呢，你不可以这样凹，这样凹是绝对不会有声音的。你只要拿起来转一转就有声音了。有声音吗？孩子们有听到吗？应该很大声嘛。你这样拿起来转一转，超大声的。OK， 所以这球拍拿起来转一转，你看是没有声音的，对不对？哦，但是我建议你不要这样转，你交给老板。老板可以帮我测试一下，那个可以凹吗？会不会以后人家说，球妹买说，朱教练说你们要你们老板凹，要这样凹啊，要这样凹哦，你看朱教练这样凹啊，差赛，你要被讨厌了，我们是被讨厌了。OK， 好了，真的啦，你这样凹一凹就会有声音了啊。正常来说，你差不多从侧边这样凹就会有声音了，不要从正面凹，差不多从正，主要是，看放这个，以后。我们只要想要屌的时候就放这个，好吧，就是这样子。OK， 这个脚椎音还是有这个状况产生的。OK， 但是这支球拍呢，就是我自己不喜欢啦。说实在的，打感我不喜欢，但是不然设定来讲，我是非常喜欢的。阿哲，我这样讲你怎么感觉？来，你要讲什么？好了，我帮他讲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你是不是想要接胜利业配？哦，你要讲好话，来，我讲来听一看，你可以帮胜利讲什么好话？来，他现在的 free code 的话都是没有长握把布了。对，以前的 free code 都有长握把布，对不对？都还有，来给大家看一下，都还有原厂的握把布。对嘛？像现在都这样尬在这边，对不对？对啊，都尬着，对不对？但是来的时候就这样空的，对不对？对啊。好了，这个算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对我来说所有的球拍其实都不用长握把布，你知道吗？你们就把握把布尬在这边就好了啊。对不对？你就像胜利这样把它盖在旁边就好了，要用不用你家的事，对不对？省得每次来我们都还在那边还要重新缠一次 ，game 赢哎。然后有一些品牌我们还要用吹风机。对啊，你说 YY 吗？你有讲哦 ，YY 要吹风机，不能用吹风机的就不是正版了，好不好？对不对？那上次那个77 Pro 一拔就拔下来，根本没有缠胶，都怀疑是不是买到盗版的，对不对 ？OK， 好啦，这个好了，这个占一下胜利，就是买来就真的，我真的觉得球拍这样就好了，对不对？阿哲，这样多方便啊！你们也方便，消费者也方便，对不对？你顶多只是帮他缠上去，就不用那边拆那边装，麻烦死了，对不对？而且通常很少人会用原厂的握把布。对啊，很少，几乎没有人在用原厂握布。有在用原厂握布的，下面留言一下，好不好 ？OK， 好，最后到大家最期待也是观众比较喜欢的部分，就是 PK 时间。什么是 PK 时间？ PK 时间就是把这些球拍呢跟相同品牌和其他品牌来做比较的球拍来做比较。那胜利很明显，你只能跟谁比？这个系列就只能跟神速系列来比了，对不对？然后呢，神速系列的话呢，我记得它比较介于在超音速跟90F 的中间的球拍，它的设定可能介于在超音速跟90F 中间，所以这些球拍的打感大概你会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打感我真的还是不太能接受了。好，那这些球拍呢，跟李宁来比的话呢，可能比较介于在李宁的突袭 7B 跟突袭 7I 中间。OK， 它的平衡点像突袭 7I 这么高，可是它的中管硬度呢又没有像突袭 7D 这么硬，所以它们有点介于中间。那它的挥重是算蛮重的，我说实在的。但是突袭7的打球的扎实度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那这个就是速度流的嘛，所以它速度会摆速会比较快，但是相对的稳定度就比较没那么高。啊，最后我还是要给这些球拍一点心得感想啊，就是我记得这一次这个球拍的设定
我觉得还不错。我觉得胜利最近都会搞这种事情，就是他设计都设计得很 OK， 对不对啊？你不觉得球拍看起来远远的看起来也不丑嘛，对不对？算也蛮有特色的嘛，对不对？然后嘞，真正出来的东西，你看什么都没有加，你看你中管没有加，握柄真的没有加力量，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很好哎，还是你都把东西都加到李俊慧身上去，对不对？好不好？偶尔加一下羽球密码嘛，羽球密码可以帮你讲好话啊。不会，我不会。哎，不然我跟你讲，你知道那这些球拍抛上来，胜利抛上来之后，我去下面留言我说整体设定很不错，可是那个脚椎真的要好好改进。然后没想到打完之后，我发现整体都要改进然后我还说，不然也可以考虑跟 WD40借一下业配啊。对啊，我觉得这个脚椎音真的是让我们很失望啊。然后再来是，它跟龙牙之刃一，我觉得有相当的地位，你会觉得阿哲都是 Made in China 的球拍，比较像是速度版的龙牙之刃一嘛，对不对？可能就是我说它相当于就是说，龙牙之刃一当初出来的时候 Made in China 没有人看好，对不对？然后6500块嘛，然后这支也是6500，定价6500块，但它有李俊慧的加持，所以我就说他一定都把科技加到李俊慧身上了，没有把它加在球拍上面。这些球拍你自己去看那个行路上的那个规格表，这一支球拍用的科技真的相对很少。人家龙牙之刃一的科技还稍微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个胜利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啦，不然大家会我觉得大家台湾人一定都很相信胜利这个品牌。可是很多东西，我觉得你都可以再细心一点，再用心一点做。我觉得消费者，就算你这支球拍已经提到了7000块或7500块，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是这样子OK， 在这边也好好语重心长的跟胜利好好讲一下了好，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记得订阅我们频道，追踪我们 IG， 还有到我们脸书粉丝专页点赞。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关于这些球拍的问题，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那期待再见拜拜。